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关于你们未来的人生上限在哪里？你们会获得怎样的成就啊？那在我们面前呢有三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首先，第一组牌的第一张牌星币女皇啊，星币女皇它本身是需要沉淀和积累的，就是说你们未来的这个发展的方向，需要或者说你们的这个人生上限呢，你们要达到那个点啊，需要慢慢的熬，你们需要把一个特定的技能不断的重复的练习，在一个特定的领域里边，你们会把你们的某个核心技能做到极致啊。不断的反复的沉淀和练习，会把某个动作、某个技能植入到你们下意识的思考当中。所以抽到这组牌的你们，会拥有自己的一技之长啊，并且把这个一技之长发挥到极致。你们在某个领域呢，其实天生会比别人更擅长做一些事情。比如有的人对文字更敏感，有的人对于情绪的流动更敏感。有的人呢，拥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啊，你们会把这种特质利用到极致，发挥到极致。那第二张牌呢 ，The World 世界牌啊，你们可能还会去到海外，打开自己的眼界，去国外学习更为先进的理念，或者说因为你们所拥有的这项技能呢，能够让你们的影响力啊扩展到国外，那么你们会因为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在特定领域的某种天赋而收获到很多的荣誉，那么这是你们未来人生所达到的这个成就之一，而且呢，这个权杖国王的话呢，你们骑着一头骆驼，就是说你们的人生呢，它就像是一个马拉松一样，是在后半程开始发力的。或者说你们一开始没有这种领先的优势，可能还会落后于别人。但是呢，就是说你们虽然没有很强的爆发力，但是你们会在很长的一个时间周期当中保持一个稳定向上的节奏。你们骑着骆驼穿越沙漠，意味的是你们会经历一个漫长的枯燥的瓶颈期，可能是一个创作，或者说因为你们的工作可能是需要这种不断的创造的，不断的创作，需要灵感，所以说你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这样的一个瓶颈期，可能说也会因为就是在你们和你们一起做这个行业的很多人呢，他们会因为吃不了这份苦而放弃，但是你们会咬着牙坚持下来，耐得住寂寞，才能够走到春暖花开，走到灯火通明。那么这个魔力的话呢，魔力的时间啊，可能是30天、3个月，也可能是3年。但是呢，每隔30天，每隔3个月，每隔3年，你们都能够看到自己的变化。权杖八这张牌呢，它代表的是一种混沌和混乱吧，就是你们人生发展当中会经历一个阶段啊，在这个阶段当中，所有的事情都会纠缠到一起，让你们手足无措。你们必须要经历这个阶段啊，受到混沌和混乱的洗礼，才能够最终脱颖而出啊。这是命运给到你们的一种考验。在这个阶段，你们可能会经历一系列的爆炸性的事件啊，在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你们整个人好像就会悄悄的变了一个人一样，会换一种性格。最后啊，这种混沌会汇聚成一种通融和秩序啊，误解会被理解，矛盾最终会和解。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能够完成一种巨大的飞跃和成长。所以说我们抽到的这张权杖七啊，你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亦师亦友，但是又像是一个竞争对手的人啊，他们的存在会让你们有一个方向，或者说你们是以他为标杆的，两个人互相激励，这个人的存在其实变相的提高了你们的人生上限，或者说他的存在会激发你们的这种潜力啊，你们内在的这种潜力、天赋和特质会被这个特定的人所激发出来。而且呢，这张星币九啊，星币九的话呢，你们的人生会因为就是你们把自己内在的某种特质和天赋啊，这种特质和天赋它可能是
涉及到你们自身的这种想象力啊、创造力，去从事一些创造性的工作。你们会把这种天赋和特质，而且呢，这种天赋和特质它是可以被，就是一方面是你们本身就有这种天赋，另一方面呢，它也是需要你们经过不断的反复的去练习，把这种你们所得到的，通过练习所得到的这样的一种沉淀下来的东西呢，融入到你们的潜意识里边，然后最后呢，你们会因为这种不断磨练的这种技能特质啊，包括你们天生就有的这种东西，利用到极致以后，就会给你们带来大量的荣誉啊，还有物质上的回报，而且呢，这种回报它是可持续的，它是可积累的，会不断的放大。比如说你们是一个职业的写手，那么你们可能会就是说像这个权杖9一样，经历一个漫长的创作的瓶颈期，然后你们可能会写出一个爆款 IP， 然后通过这个爆款的 IP 来带来的这种版权收入啊，实现这种物质财富的不断的积累和增长啊。又或者说，你们可能会演奏某种乐器，或者舞蹈或者绘画，你们有可能会把自己的这个演奏的作品拍成视频发到网上，会收获到很多的关注，然后呢，接着会你们可能会收到一些邀请和合作，或者说有很多人啊，他在网上看到你们的这个作品之后，可能会想要请你们来教学。就是说，当你们把自己的某种技能和特长通过某种方式把它放大的时候，比如说或者说结合一种方式，比如说互联网，把它作为一种杠杆，就能够成百上千倍的放大你们的影响力。当你们愿意把自己分享出来的时候，你们自己也会成为一个品牌，把你们自己当做是一个品牌，持续不断的打磨自己的竞争力，就会为你们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和你们合作，这会使你们成为一个行业或者说领域当中的意见领袖。靠你们的手艺、人格魅力，还有你们的创造力啊，作为你们发展的支点，就是有一点像是在这个娱乐行业当中，如果说一个偶像要先参加一些选秀，从小角色做起，一点点的积累影响力和实力，最后可能会因为一部作品而爆红。它有点像是这种台上3分钟，台下10年功啊。所以说呢，这组牌的话，你们会经历一个漫长的周期啊，不用担心自己的付出没有回报，功不唐捐，每一步的努力啊，它都是有效积分，而且呢，在未来世界啊，有你们所期待和热爱的一切。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啊！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首先呢，第二组牌的话，关于你们的人生上限啊，你们要经历几个阶段才能够到达一个顶点。首先是这个宝剑10啊，你们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沉重的开局，身上插满了宝剑，意味的是你们总会承担比别人更多的苦难，这会让你们怀疑，为什么你们人生的剧本好像就是要比别人更坎坷一些。你们身上插满了宝剑，就代表的是你们承担了一些在你们这个年纪不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啊，还有那些无法名状的苦难。所以说，在你们通往人生的顶点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艰难的开局。而且呢，这组牌你们的人生就是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要太在意自己身处于上升还是下降的境况当中啊，因为一切都有可能逆转。你们最终的自由在于你们选择看待事物的态度啊，包括第2张牌高塔牌。就是你们会经历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啊，不断的在一个关口反复的徘徊和纠结。这个时候你们要注意一个点啊，就是在你们的人生的低谷期啊，你们会很容易把事情是失败的和我是失败的这2件事情混为一谈。你们会觉得你们做的这个事情是失败的，就会让你们觉得自己也是失败的，然后开始自我矮化、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就是因为你们在某些事情上面投射了太多的价值啊，甚至把自我的价值和你们做的那件事情也绑定在了一起。但是实际上这2件事情是独立的，而且呢，你们的失败它是有意义的，你们在失败当中得到成长，因为我说过你们的人生是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所以说
你们的人生呢，其实可以失败很多次，但是未来总有一次你们会抓住风口和机会，彻底的翻身，从困境当中崛起啊，凤凰涅槃。所以说抽到这组牌的你们人生是非常有戏剧性的。这组牌也告诉你们啊，你们经历的苦难比别人多得多，但是你们最后在人生的高潮也会享受到更为丰盛的胜利的果实啊。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啊，最终它一定会达到动态的平衡，就是你们吃过的苦和你们后面享到的福，它也一定是平等的。不要总是用过去的失败来惩罚自己啊！你们过去犯过的错误、走过的弯路，不是来定义你们的，他们是来指引你们的。当你们能够从这种自我怀疑和失败的循环的怪圈当中走出来的时候啊，你们就会进入到第二个阶段，那么就是这张的 Hermit 隐士。你们怀揣着自己的梦想和信念，默默的往前走啊，把自己蛰伏起来，保存力量，韬光养晦啊，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啊，默默的付出，默默的积累，默默的打磨自己。积累你们的第一桶金啊，完成从0到1的这个过程啊，从0到1的这个过程，它持续的时间会很久啊。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可能无数次的想要放弃啊，但是你们一旦能够完成这种0到1的积累，那么1到100的速度会比你们想象的快得多啊，快得多得多。所以说0到1就是找到自己的价值，找到自己的支点的那个过程啊。一旦你们找到那个支点，你们就能够一飞冲天啊。可能说他要花很久，可能要花1年、花3年，甚至说5年、10年。但是呢，有一个事情是可以确定的，就是你们一定会找到那个支点，你们会用这个支点啊，撬动更多的资源。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要注意啊，你们做的这个事情呢，它一定要是能够积累下来的，能够不断放大的，有这种复利效应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一定要攒钱，注意储蓄啊，因为有的机会它可能必须要靠你们拥有一定的资本才能够驱动它。所以说，赚到的钱不要把它花出去，而是要把它攒起来。因为这些钱呢，你们在看到一个大时代的这个所带来的大机会的时候，它就能够派上用场。所以说呢，这张的 Chariot 战车啊，就是说你们会穿越一个非常漫长且枯燥的阶段啊，会有一段难以想象的孤独的旅程啊，只有你们一个人啊，这相当于是一种修炼和考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可能还会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背井离乡。接着就是这个权杖5啊，你们未来做的这个事情虽然说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但是随着你们不断的积累自己的优势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你们，并且找到你们。你们自己就好像是一块巨大的磁铁啊，这种能量场会吸引到越来越多的人来追随你们。在这个阶段，就相当于是你们完成了0到1的这种转变啊，你们开始在某个行业领域当中啊崭露头角，发展的非常快啊，口口相传。这种口碑的力量会让你们迅速在某个行业当中扩展自己的影响力。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这个星币国王啊，一个土象特质的贵人啊，他的手上有非常多的资源和金钱，他会看到你们的潜力和价值啊，他会给你们投资。而且这个人呢，他可能是你们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天使投资人。那么这个星币国王呢，就是他会用他手上的资源来加速你们的发展，并且呢，这张 Judgment 审判啊，就是审判其实代表的就是你们的人生上限会非常之高啊，你们是一个能成大事的人，但是你们在成大事之前也会经历一段常人难以想象的孤独的旅程和低潮期。未来你们会在某个领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承接一些很大的项目啊，甚至可能是和这种国家啊宏观的这些很大的政策有关，就是你们是属于那种很典型的大器晚成的类型啊，有一些大的磨难，你们只有扛过去以后，才能这个路才会越走越宽。而且呢，这组牌你们只要能够把自己100%的专注力放在一件事情上，你们必然是可以成功的。就是你们内在的这种显化力比你们想象的要强大的多得多。可能你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拥有多么强大的能力和天赋。而且呢，你们是拥有那种能够一眼看到头的能力的，就是你们能够看到这件事情的终点在哪里，你们能够看到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什么。所以说呢，因为你们的格局很大，所以说你们就是选的那条路也会非常的艰难，充满荆棘，所以说你们要承受的苦难就是要比一般人多很多。但是你们最后得到的荣誉和名利也会远超于常人啊，所以说这组牌的你们
你们的人生的格局就是要大一点啊，要看到自己未来更长远的发展，不会拘泥于眼前的这些小的细节和得失。这组牌你们的这个人生上限呢，就是说你们会成为一个领域当中的一个意见领袖啊，权威的专家啊。你们可能在你们的一生当中，你们只会做一件事，但是你们会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做到别人难以望其项背，并且你们可能会致力于传播自己的某种理念和思想，甚至最后可能会开创一种流派。当你们拥有了物质上面所能够拥有的全部之后啊，你们可能就会追求那种精神层面的更高级别的愉悦和富足啊。所以说苦难呢，在这组牌面当中啊，它是你们人生的主角，但是苦难也会是你们的勋章啊，苦难是你们成长的一种催化剂。你们的一生会得到很多，也会失去很多啊，但是其实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走过的每一步路啊，那才会构成你们人生的全部意义。你们的人生重在体验和参与，而并非是最后的结果啊。你们要做的就是用自己的精神创造出你们的身份和本质，然后去体验它，将内心的不确定性啊都变成一种顺势而为啊，心有清净啊，自然生长。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啊！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啊！第三组牌的话呢，你们的人生的上限呢是由另一个人所决定的，就是抽到这组牌的话，有一部分人的话可能喜欢的是同性，就是 LGBT 群体，可能你们更喜欢和同性一起玩。那么这张圣杯二呢，就说明你们未来的人生上限，它是你们会和一个人深度的合作，他们可能是你们的伴侣，或者说是你们的闺蜜啊、死党，你们两个人会共同的去做一件事情，会成就你们彼此啊。包括这张 The Lovers 爱人牌，它也代表特指的是同性之间的羁绊啊，或者说同性之爱。所以说这组牌的你们呢，倒不一定是通过婚姻来跨越阶级的，但是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懂你们的人啊，不离不弃的陪伴在你们的身边，这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个莫大的欣慰，也是你们的幸运啊。关于你们人生的上限呢，它不仅仅指的是那种事业上的成就啊，更重要的是会有一个人携手能够和你们走下去，能够让你们在对方的身上看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并且在对方的身上看到自己存在的合理性。所以说这组牌你们的上限和成就，它是和一个特定的人紧密相关的，你们两个人会彼此成就，互相激励。这张 The Emperor 女皇牌，它代表的是你们最终会成为这个女皇，不仅仅是你们的外在啊呈现出来这种雍容华贵的特质啊，你们会花很多的钱去投资自己啊。女皇她会有一种变化，类似于从朴实无华变成珠光宝气的感觉。而且呢，女皇她不仅仅是这种外在的雍容华贵啊，它也包含的是内心和精神上的富足啊。抽到这组牌的你们的人生和别人的人生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别人的人生可能是先谋生再谋爱，但是你们呢，是因为你们是那种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啊，所以说你们可能是先谋爱再谋生。你们在感情当中虽然说会有一点恋爱脑啊，但是你们的这种恋爱脑可能恰恰会让你们遇到那个对的人啊。这张权杖9，权杖9，你们手里的那根权杖代表的是你们一直都在寻找这个人，或者说你们一直在等着这个人来找到你们。你们之所以对于爱这么执着，是因为这个人的出现，他能够激发你们的某种特质啊，你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组牌你们的人生很有可能是从事那种艺术类和创作类的工作的，就是你们需要这种爱啊，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啊、互动，来激发你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当你们被爱的时候，你们整个人的这种能量都会流动起来啊，整个人会变得非常的自信，有非常强烈的创造力、表达欲和分享欲啊。你们有着自己独特的天然的审美，而且呢，这个世界上也总会有这样的一种特定类型的人，或者说某个特定的人会被你们的这种独特的气质所吸引。而你们也总是
会被同一种类型的人所吸引，就像是命中注定一样。你们会非常非常的有才华，但是你们的这种才华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懂你们的人来鼓励你们，把你们内在的这种才华释放出来。而且呢，你们的这种内在呢，你们是属于那种既自卑又骄傲的人，你们需要有一个人来鼓励你们，无条件的支持你们，这样你们才能够把自己的才华释放到极致。你们自身的这种情绪的波动和起伏会很大很大，而且呢，你们有很强的灵性智慧啊，你们天生就有一种强烈的感知能力，总是能够提前预知到一些事情的发生。你们是自己的占卜师和预言家，就是你们其实也有着这种隐隐约约的想法，就是你们会感觉有这样的一个人啊，等你们遇到他之后，你们身体内啊，这个人就像是一把钥匙一样，他会把你们身体内封印的那股能量重新激活啊，就是说这种第六感，它会在冥冥之中指引着你们往前走，然后遇到那个对的人啊，就是那个对的人他会引导你们去做那个正确的事情。那这组牌并不是鼓励你们恋爱脑，而且只不过是抽到这组牌给我的感觉就是，爱情它就像是你们人生的解药，或者说灵丹妙药，能够让你们在事业上激发出你们的这样的一种活力啊，创造力，而且呢，这张力量牌它是一种至刚和至柔的结合。就是在这种关系当中呢，你们和你们遇到的另一个人，你们两个人是两种性格的极端，可能是你们至刚他至柔，或者说你们至柔他至刚，你们两个人都很喜欢彼此抚摸的感觉，互相依偎的感觉啊，会在这种方式当中呢，你们会在这样的一种互动的方式当中啊，找到自己的灵感，去创造出一些很伟大的作品啊。两种特质的灵魂会彼此碰撞出火花，会成为互相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寄托啊。而且呢，这组牌当中我们抽到的这张权杖10啊，你们的身上的这些白蛇，它是一种无法言喻的神秘力量。就抽到这组牌呢，你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呢，它会涉及到这种神秘学啊、灵修啊、萨满啊，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宗教，并且呢，你们有着非常特立独行的人格啊，你们有着自己的节奏，也不会在乎别人说什么。而这种特立独行的人格呢，它其实都意味的是一种内心的强大。所以说抽到这组牌，你们的内心是非常强大的，而且呢，你们生下来拿到的就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命运的剧本啊。所以这组牌呢，它就代表的是你们可能说有自己的这样的一种人生的规划和节奏，你们也不在乎别人他们会怎么评价你们，你们有着自己既定的方向，你们不会去追赶什么海，你们有着自己的浪潮啊，会活出自己的模样，会用你们自己的方式去塑造你们自己。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